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宋朝邵雍是一位算命大师级人物。有年春天，到洛河桥头摆了个卦摊算卦。临近中午，一位老农过来想算一下，邵雍让他抽个字。老农弯腰拿了一个递给邵雍。邵雍一看是一个快字，便抬头对老农说：“恭喜您今日中午必有口福，快回家吧，晚了就赶不上了。”老农回到家，他的外甥见他就说：“今天是我爹60大寿，请你去喝酒。”老农换了件干净衣服，高兴地赴宴去了。老农离开后午时刚过，邵雍正要收拾挂摊回家休息，又来了个人算卦。邵雍也让他抽个字，这个人抽中，拆开一看是个快字。邵雍说：“这是个不吉之兆，你今日必遭水淋之灾，望处处小心。”此人看看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便连个谢色都没说，就要回家。一路上快马如飞，直到家门口才长出一口气，心说都到家了，也没见着一个水珠，可见邵氏一派胡言。话音刚落，却被一盆脏水浇了个正着。原来是他老婆不知道他要回家，将一锅涮锅水随意泼出，让匆忙赶来的丈夫碰巧遇上。下午邵雍回到桥头，就见一人在那儿等着算命。邵雍让他抽一个字，那人抽完不假思索地拿给邵雍。邵雍一看仍然是一个快字，说：“不好，你今天有牢笼之灾，你性情暴躁，不免要招灾惹祸，望谨慎行事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待在家里不出门，看还会不会招灾惹祸。”说完便走了。回到家中，蒙上被子就睡过了一会儿，被一位妇女骂醒了。原来是妇女家的猪糟蹋了他家的菜园子。那人火冒三丈，冲出去与之对骂，因笨嘴猪舌被对方骂急了，伸手就是一拳。那个妇女本来就有病，一拳下去便倒地没气了。不到1个时辰，来了几个衙役，便把他抓走，关进了大牢。三人算卦，先后抽取了3个快字。为什么会战出不同命运呢？因为时间不同。中午那筷子是用来吃饭的，所以第一个人有口福。午时过后，饭一吃完，筷子要放到水里洗，所以第2个人必遭水淋之灾。筷子用完了就要装入快笼，所以第3个人将有入笼之祸。3个人字。有一位大官听说了邵雍的名号，不以为然，于是决定前去试探一番。大官找到邵雍，让邵雍算他是干嘛的。邵雍让大官写个字，大官在纸上写了一个人字，然后将毛笔横在了人字中间。邵雍随即就说：“您是个当官的。”虽然心里惊奇，但是又觉得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，于是就给他隔壁的师爷使了个脸色。师爷在手上写了个人字。邵雍看了下，说道：“你应该是大人的师爷吧？”这个大官不解，问他怎么看出来的。邵雍说道：“他在手上写了个人，1人之下，说明他在官人的手底下。”这位当官的仍然不满意，后来就去牢里找了个犯人，再去找邵雍算。犯人说自己不会写字，直接说了个人字。邵雍哈哈一乐说：“你呀是个囚犯。”人从口中说出人口成一个囚字。犯人回去如实禀报，这大官终于信服，不禁说道：“邵雍真乃名人也。”从此对他另眼相看。2个串字，2个秀才一起去找一个叫胡红的算命先生求卦，想算算自己功名前途怎么样。胡红让他们在纸上随便写一个字，其中一个秀才写了一个串字。胡红说：“你将来考试一定能高中2次。”胡红的推断是因为串字拆开为2个中字，所以就有双中的意思。另一个秀才一看也想得到几句恭维，就学着第一个秀才也写了一个串字问前程。胡红一看板起面孔折，说：“你这辈子考上秀才很难了，不但考不中，而且还会有灾祸临头。”这个秀才问他原因，胡红解释说：“刚才那位先生是无意中写下的串字，但你却是故意写下的。故意就是有心，串字下面有心就成了换字，就是将遭遇祸患。”后来这个秀才在回家途中住下了一个客栈，夜晚遇到盗贼，将身上的全都偷走，碰到家里派人来通知他父亲遭遇不测，刚刚去世。2个数字